OK， 今天跟你聊一个话题哦，就我们开始做次的，你会感到有一些丢脸吗？我是没觉得丢脸，但我爸觉得很丢脸。在说你爸之前，我要承认，你也觉得丢脸？有一点点。哦，我的天哪！你的孔乙己的长衫看来是脱不下来了。没有啊，脱下来了，但还有个孔乙己的背心啊、肚兜啊。因为我说一点点，是因为你扪心自问是可以感受到的。就好比说一碗汤，你问说，这里面的主料是什么？那主料可能是猪肉啊、高汤啊、蔬菜啊。那有没有放辣呢？就辣椒有那么一点点，我是可以感受到的。哎呦 ，OK， 你打了个比方，就是说你内心感到一丝丝的这个，一丝丝，OK， 不能说没有，可能是我 kind of 羞愧，就会感到不是，就会感到说，哎呀，我怎么在做这个事啊？这是我想做的吗？啊，怎么就是有点轻看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活、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事业，不自觉的，应该说不是我的理性。当然，它是有违我们这么久的规划、策划和现在所自己信奉的理念的，但是它难免会冒出来，尤其是那天刚刚出发就下起了倾盆大雨，风也很大嘛。那我们第一位顾客大哥还冒着大雨给你送伞呢。对，我说我自己嘛呀，哎呦，就是跑到后面去拿东西的时候，哇，一阵阵的风吹的，人都开始发抖了，还骂人了。然后大雨它就会。倾盆的大雨好像就把你身体全部打湿了，然后抱着食物快速的冲到客人的家门口。那当时回到车上是有点沮丧，是会在想的，哎，我怎么在干这个事情？好奇怪啊，就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说内心自己会有一丝丝的，并不是完全没有的。哦，对的，你是一点一点都没有吗？没有啊。哦，那你也会感到挫败吗？我可以理解你说的这种。我可以理解，因为长期以来做餐饮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为什么是职业属于比较鄙视链的下一端，不然我爸也不会在家里面非常伤心。得知我要做餐饮，我妈给我发消息说，爸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好像还哭了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根深蒂固，大家觉得餐饮就是又辛苦，然后赚的又少，反正总之是一种苦力活嘛。所以我小时候喜欢做菜的话，我也一直是觉得好像抬不起头，所以我经历了很多年的这种所谓的为自己的爱好感到 ashamed。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非常 proud， 我觉得能够把食物 deliver 出来，如果大家吃了觉得开心的话，这是一个不亚于我以前做法律行业的这种成就感。哦，那先说说看你爸爸，你能具体说他为什么就会感到伤心难过呢？只是觉得这个工种本身，然后又会比较辛苦吗？他的担心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他根深蒂固就是觉得体力活跟那个所谓的脑力活就是有一个高下之分的。那像我以前做的这个法律行业是属于用脑的，然后比较他一直说的白领嘛，就是非常非常轻松的。然后他认为从事体力工作的都是下贱的、卑微的。那其实说来自于他认为你现在做的和你以前做的工作的一个比较。对，还有就是觉得我亲手打破了这个好不容易能够攀到的这个白领的位置，然后现在做到这个底层去了，又打入18层地狱。对，并且你以前肯定是来之不易的，对吧？是他期望你做的，然后他也长久期盼着家族会有这样的像你这样的出现，并且他也长期应该为你做的这个工作为荣嘛。外企 Asia Legal Counsel， 但是你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思想的落差。对啊，我还不是 Legal Counsel， 是 General Legal Counsel， 是头。我觉得他有这种落差，那随便他了啊 ，I don't really care。但好，这是第一层啊。那第二层，你是觉得你自己一点都不 care， 反而感到很开心吗？对啊，我现在在后厨，那个真的是。我那一天忙的就是忘乎所以的开心，这种感觉就像以前一个人在家里面给你们准备年夜饭，我要准备10几道冷菜、10几道热菜那种感觉。但你在家里也有家务做了很多以后开始不开心了、发脾气了。那么在厨房，因为刚开始嘛，还有就是送货，我们其实也算是刚开始。如果做多以后，你不会又陷入到跟工作做多一样的状态吗？换言之，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一种开心的状态嘛，对不对？对啊，但是我现在没有过蜜月期嘛，所以我也觉得我的蜜月期等它结束以后再说吧。我不想去焦虑，没有什么好焦虑说我未来觉得辛苦，等我觉得辛苦再说吧。让我现在就沉溺在这种在厨房里面工作的乐趣吧。OK， 那辛苦啊，它并不是丢人的必要的要素，反而就是你是觉得
你的快乐是你感到很 proud 的，有这种感觉吗？当然有啊，非常 proud。哎，对啊，这个非常好啊。对啊，这 proud 就是体现说就是大家不要看厨房工种，其实它是非常需要用脑的，这是一个时间规划还有动线规划，是怎么样省时省力跟提高效率的一个非常 complicated mix。 非常是，对，这个我也有同感啊。虽然我说我有一丝丝的感觉丢人啊，这个我只是向大家承认内心的想法，但是更多的也是感到骄傲和不容易。因为我以前啊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们做芯片算什么？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做吃的那才叫难，因为做吃的你是每天都要面对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的库存、你的客人，它是一个及时快速的一个反应跟调整嘛。那我们实际做了以后，我就发现，哇，这个是更难了。从产品设计、包装啊、delivery 啊，到物料库存管理啊、供应商啊，就方方面面，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完整的一个商业的实体，一个计划。你说的这一部分的话，当然你已经覆盖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忙碌当中，其实能够得到非常多的乐趣。我并没有感到说这个焦虑，这个乐趣是来自于说，我觉得我跟我们的合伙人2个人都是属于在厨房工作的时候，不光要 deliver 这个食物，要 on time， 我们还希望自己的厨房是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见缝插针的把厨房的东西维持得非常好。我是指所有的器具是要。还是要光亮如新，用完的东西要立刻洗掉。我们不喜欢脏水池里面堆着好多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到的就是这种井然有条，就是井然有序，还有就是你感觉自己不是完成，而是在走向完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简直是一个修炼，然后是一个绝对享受。就想到那个稻盛和夫所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要把一样东西做到说它完美的很锐利，锐利到要割破你手指的那个感觉。我是真的在厨房里面感受到这样一种乐趣。因为创业啊，作为我们创始的人来说，它有一个好处，就你一定是把你自己生命生活中感兴趣的事情和工作本身结合起来。对，那你就很幸运的会从事一个合二为一的工作。对，你这点说的特别好。因为大部分人啊，以前我看别人讲，你大部分人你在工作的时候打的是2份工，一份是给别人看的，一份是真正的自己。你看，当你做一个 PPT， 当你跟老板汇报啊，当你去维护一个下属的时候，常常为了外在又要打一份工，那你的内在，你真实的想法其实是另外一样东西。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幸运，不管是以前做法律还是现在做这个厨房工作，我觉得都是我的兴趣，而且我现在有兴趣，我有这个机会把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所谓不务正业的兴趣变成一个事业，我非常幸福。然后我还带着这种感恩之情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更加觉得是怎么说呢？奇遇恩典一般的享受。对，没错啊。当我们每次手写卡片啊，就是和客人又相见，还能快快的交谈几句的时候，就变成文字爱好者的乐趣。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种你讲的奇遇恩典。就每见到一个客人结束，就每天如果你送10几单，就像有10几个小小的成就，10几个milestone完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对，会有这种收获。好，这是一个话题。那么我想跟你讨论啊，就是第2个话题，你觉得大马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会不会有这种歧视不同的工作，有这种觉得做吃的就低人一等这样的感觉呢？我觉得没有。这个最直观的体验就是我们跑过的这些客户，对吧？去过的这些小花园，这些门卫对我们的态度都是非常好的，没有任何的不耐烦和斥责，对不对？尤其是讲到 food delivery， 那就是简直是兼容了 drop off，还有就是 food，所以他一定知道你是不会 parking。对吧？他一定知道你是 visitor， 所以这种我觉得是 priority 最高的，马上就可以走的。对，如果是你 drop off 一个人，他要问 OK 你要停不停车，就会更麻烦。就是这种平和的语气，然后那个态度，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对待业主那个样子的。你觉得这是对？你觉得这是一层嘛？我觉得第2层呢，就是根据我们和观众的聊天，他们也讲了，他们其实从小就说要尊重各种工种、各种各样的人，就不会存在这样的。再有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做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他们简直也有一种很特殊的地位，不太会受到歧视。其实我不敢讲，因为大马也是华人社会，也受到儒教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在华人当中不存在职业歧视，
不存在高低贵贱，其实我觉得未必是这样。但是你就做吃的或者做一个平凡的工种，然后总体而言，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平等。对，其实已经跨越了华人。为什么？我们也有一些单子需要叫拉拉 move，还有一些通过外卖平台往外配送出去的。所以我接触过马来裔的，接触过印度裔的，还有华裔的这些食物配送员，也就是我们中国会说叫外卖员嘛。我其实感受到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松弛的，非常的 chill。非常 stylish， 就是那种感觉不像我们的外卖员穿着制服，然后每天都是跑，你整个看他的样子就是疲惫的。对，他们不是，他们是松弛的，然后背是挺直的，然后走路也是慢慢悠悠的，然后到之前会说 Hi boss 啊，这是Oli bono oka 取餐啊什么的，就是给你哈拉一下，然后呢再过个9分钟10分钟才过来，慢悠悠的，然后非常看他的穿戴也是挺得体的。所以你相当于是列举了另外一个工种，就是做快递员，他们也不是急吼吼的，也不会说打电话力气很重。因为我们以前都看到过，我们开咖啡店，在上海开咖啡店的朋友，他们进门的这种外卖员就催他说：“怎么还没好？让我等很久。”这种骂的那种没有，他们没有。哪怕你偶尔你跟他说是不好意思，我还要把那个东西装订好，让他等个3-4分钟，他都是彬彬有礼，很安静的在那边等你。然后我们把东西交给他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说一句 Have a nice day， 还有 safe drive 之类的话，大家就是很客气。甚至我有一次乌龙我其实已经付过他了，但是我又忘记跟同事去说了，然后同事又要付给他现金的时候，这个外卖员他主动就提醒我们说，你已经付过了，不用再付给我了。我们大家都很吃惊。你只是在讲他们有礼貌，他们很懂得尊重别人，但是你是想通过这个来说明另外一个工种，就是外卖这个工种没有受到歧视。我们今天讲的是丢人嘛，所以你是觉得也不会感到丢人，因为他有职业尊严，他有自尊，对吧？对啊，是这个事情。他的自尊又使他能够很体面的去 deliver 他非常体面的服务给到我们，这是一个逻辑良性循环链条。那么再讨论一个小问题，我们有一次听过一个叫北美老刘的博主讲这个面子和荣誉感吗？你还记得吗？就是你爸觉得这种工作丢人，其实我记得他是这样讲的，他讲他不是讲华人，他其实原话讲的是中国人，我不懂他特指中国的华人还是指全部受到儒教文化影响的华人。 Anyway OK， 我们就以中国人来讲，他讲中国人讲究面子是因为他的一个社会的结构是一个权力结构，你信奉面子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背后权力，因此你可以支配别人。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面子文化背后的3个问题是谎言、歧视。很有道理，歧视我已经 get 到，对吧？我爸就这样，对。第3个我暂时有点忘了。好，那么与之相匹配的是什么呢？就是西方他们讲究的是一种荣誉感。是有一个荣誉体系，荣誉体系和面子体系很大的差别是，荣誉讲的是整个社会秩序，面子讲的是个体和小家庭。那我用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当然就是说中国社会有一些现代化的部分，但是更多的这个面子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个以权力为架构的，更是铁板一块无法动摇的，对吧？那么在大马我觉得它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时间比较长，进行的也比较好。你看这里首先就有荣誉体系，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做吃的他们都拿到拿督的这个勋章嘛，对吧？那它说明它是不管你做什么，你只要做得好，给社会有贡献，它是可以得到整个社会体系的认可的，这是一种光荣荣耀嘛，对吧？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觉得OK， 那在大马应该这种情况相对会比较少。那么最后就对我们来讲，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做吃的，当然自己不觉得是很重要，不觉得丢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这个环境跟土壤会让我们更加放松，更加安心的去做事。我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事情我们也起心动念，在中国去做的话，你恐怕面临的压力，受到的心理的挫败有可能会更大一点。你觉得吧？你那是房价这么高，然后各种成本，然后外卖平台要抽成也是抽那么多，然后肯定是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大家所谓对职业贵贱的服务底什么评价体，我觉得说穿了就是一回事，就谁挣得多钱挣得多，金主就是爸爸，然后就是属于鄙视链的那个最顶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非常非常单一化的模块。但是在这边的话，他们觉得只要你有手有脚，大家是勤劳在做事情，然后凭着良心在做事情，都是非常体面值得尊重的个体，就是这么一回事，不管你钱多钱少。所以大家看到服务员都被很温柔的被顾客对待，
外卖员也好，我们这种餐饮从业者也好，也被这样温柔的对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很珍贵的，我很珍惜的一部分。哎，这个讲到这里我就有启示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收一个尾，那就说明我们更应该要凭着良心做事，更应该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好啊！如果不要觉得丢人，那么这个脸面或者说这种 reputation， 而不是面子，就是从自己把事情做好中可以挣得的。对，这个你自己跟自己鼓励一下，我是从来没有觉得做餐饮丢人。我那一丝丝嘛，可能也只能这样了。对啊，